别看你们家老宅子破成这样，存货还不少。这碗是破了点儿，哎，说不定你小的时候还用它喝过水呢，是吧？待会儿啊，让吴四给我们弄点吃的。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我跟你一样，这前胸早就贴到后背了。二哥，怎么了？两座山碰不上，可两个人只要活着，就总能碰见。二哥，感谢你又救了我一命。你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呀，就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到山洞里头，你自己跑得无影无踪了？啊，说说吧。我不是不想说，而是自惭形愧，难以启齿。然后呢？其实，我就是想拖住你，我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你的前程。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这不是你的私事儿，是我的工作。当年，他作为日本特工，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更何况，是他自己送上门的。我要不亲手抓住他，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祖国。周雨涵奉命来调查山口俊一，没想到一次普通的调查，却引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小周同志，哎，这就是你要找的山口俊一的档案，你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你再喊我。好的，谢谢你。甭客气。盛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你死而复生的这件事情，如果保密局知道了，他们会做出如何的反应？他们会善罢甘休吗？那你又会做出如何的反应呢？他们不善罢甘休又能怎么样？我崔胜文恪尽职守，忍辱负重，隐姓埋名，为了追捕日本间谍，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义无反顾。他们那帮王八蛋，没放在眼里。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如果这么聊天的话，你就不怕我逮捕你吗？二哥，其实我也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而我很难独善其身。我只是希望你看在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情同手足的份上，让我去完成我必须完成的使命。我说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件事情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事。盛文，现在不是谁想当英雄就能当英雄的时代了。你告诉我，国民党反动集团，如今变成什么德行了呢？同僚之间尔虞我诈，表面上都是效忠党国的忠臣，而背地里头呢，都干着奸臣所干的事情，对百姓巧取豪夺。这不是你我当年共同认知的党国吗？要不然你也不会选择走上临阵起义的光明道路。怎么现在犯糊涂了呢？张所长，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山口俊一的档案这么简单？我刚刚数了一下，包括他的名字在内，一共只有64个字。而且，为什么只有他在日本军队的简单履历，其他的情况一概都没有记录？所以我怀疑，
这份档案曾经被人动过手脚，是不是有人在故意隐藏山口俊一的真实面目？小周啊，你的心很细呀。情况是这样的，当初这批档案从国民党那里缴回来的时候，山口俊一的材料就这么简单。当时我们也怀疑这份档案是假的，可是因为当时战火纷乱，时局变化很快，所以就没来得及详细调查。小周同志，刚才你的怀疑正是说明了这个日本犯人确实存在问题，为他的档案做手脚的人是想隐瞒山口俊一的历史的目的，是想隐藏某种阴谋啊。到底是什么阴谋？值得他们这么大动干戈吗？盛文啊，凡事呢，你得想清楚了，可不能再一意孤行了。你有个慈爱的父亲，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儿子。如果你再继续这么不管不顾的走下去，你告诉我，你这心里边能心安理得吗？你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睡得好吗？我睡不好，我每次刚一睡着，紧接着就是噩梦，无休止的噩梦，而这个噩梦一天不出，我就枉为男人，枉为大丈夫。都梦见什么了？说说看。我在复仇，血海深仇。二哥，像那次闪电行动失败的任务不止一次。那次的任务就是取得日本进行活体实验的证据，解救作为活体试验品的战俘。结果不仅安放的炸弹没有爆炸，而且敌人准确地指认了吴天祥。谁叫吴天祥？给我站出来！上峰怕动摇军心，严令封口。从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此生的使命就是替闪电行动的兄弟们，还有吴天祥他们报仇。我只知道那个女的代号叫麻雀，是日本特高课的。她很早就打入我们内部，可我从未见过她的正脸。每次接头都在夜来香烟总会，而且每次她都指定我买一包老刀牌香烟。送烟的人呢？在那边。当我冲出去时，我受到了敌人的伏击，而那个叛徒也被他们炸死了。幸好二哥你赶过来，我才顺利逃脱。那次行动，我还丢了我父亲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当我再次查到线索，解放军就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国军打到了台湾，而我也成了一条丧家之犬。可是我不甘心啊！而且现在总算有了一些眉目。二哥，你愿意帮我吗？只要你能帮我报了此仇，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都行。二哥，我声明，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也可以说是为了我的一份私德。陆凯知道，如果让崔胜文继续追查麻雀，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这也是侦查工作的纪律和原则。盛文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不可能马上答应你，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作为中国人，绝对不会放过麻雀。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到的。我希望我们还能像当年对付鬼子那样，并肩作战，同心同德。盛文，你现在有伤在身，这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家疗养，跟家里人团聚？我又何尝不想回家呀？可是我生育乱世，不敢儿女情长的。而且你也知道，
保密局的规矩，就是用你的家人和亲属作为人质，胁迫你老老实实的服从他们的命令。我是绝不会允许我的父亲和妻儿生活在危险之中。你想多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新中国、新政权，他们可以保护你的家人平安幸福。二哥，我特别羡慕你，你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而我，盛文，只要你自首，一定会有光明的出路。我真的不忍心看着你活得这么痛苦。对于一个没有未来的人，生活的愉快还是痛苦，没那么重要。你有未来，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报告，进来。周局，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跟您说。嘘。怎么了？周局，怎么回事？咱们公安局自己的地盘，人家搞得鬼鬼祟祟的。少废话，说你该说的，别的以后再问。哦，大王庄派出所刚才来电话了，有一个长途客车在街上被伏击了，一名乘客死了，上面下来个女学生提着枪上了一个酒家的2楼，派出所的同志啊听到枪声就出警了，等他们到了以后啊谁都没找到，女学生也失踪了。周局，肯定是小周啊，我建议啊马上全城戒严，展开搜救。敌人敢这么明火执仗，说明我们踩疼了他们的尾巴。去，把虎子给我叫来。别呀，大王庄我熟，让我去。哎呀，快去！他知道陆凯在哪儿。是。可当心点啊！他妈的臭娘们儿，一定是属狗的，别待会儿咬你一口。他哪是要咬你呀？
他是要亲你，谁让你不接着他的嘴亲他一口呢？还亲他？你可拉倒吧！有能耐你试试去啊！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呀？别只顾着看呐，亲呐！你别说，这小姑娘长得还真不赖。山炮，知道姐姐这招叫什么吗？野驴踢腿，记住了吗？臭娘们儿，看我怎么打断你的腿！这是怎么了？他太嚣张了。小周同志，周公安，你还认识我吗？不成，我能拿到。当然，我不只知道你不是邱福成的表姨，我还知道，当时你带上车的那个包里面装的是用非正规手段弄来的布鞋。可惜呀，小周同志，可惜你还嫩了点儿。我真不明白，公安局的周大局长，他为什么让你到监狱那种地方下锅？他的包呢？组长，包在这儿呢。小周同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你此次跑到监狱来的收获了。你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看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吧，笨蛋，这种字儿是我独创的，没个10年8年的功夫，你是绝对看不懂的。你等着，我会让你哭都找不着调门的。你跟我来。是，组长。组长，得给这个小娘们点颜色看看，她太张狂了。不急，急什么呀？她不是闹腾吗？咱就给她熬着。哼，我就不信了，一个女人不给她吃，不给她喝，她能闹腾多久啊？哼，听着，你现在马上去趟春城，把这个本子交给邱佛尘。另外，你让他请示下二叔，咱们如何处置这个女公安。记着，千万别把这个本子丢了。既然是用密码写的，这里面就一定有二叔感兴趣的东西。是。刘宁还说什么？他说裘福臣显然是心虚了，第2天就从外地弄来个二姨。那个人到处吆喝着拿着一包东西，说那是给他外甥的布鞋。当天上午他就把他这二姨送上了去外地的长途汽车。他还说，还说什么？哦，对了，还说周雨涵也在那辆车上，而且他们俩座位是紧挨着的。头，我觉得周雨涵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他们才要杀人灭口的。那你再估计一下，周雨涵现在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他还活着，一定是他调查山口俊一的时候，掌握了重要的情报，而这些人也是冲着这些情报去的。但是，即便是他们找到周雨涵所记录的情报，也没什么大作用，因为周雨涵他有特殊的记录方式，除了他自己，别人都看不懂，所以啊，他暂时是安全的。即便是他们想把他怎么样，也要请示他们的上线，那我们就有了时间和空间。通知局电讯科，马上打开电台干扰信号，或者他们只能用人工联系的方式进行联络。只要盯住邱福臣，控制住所有要跟他联系的人，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雨涵。是，你先回去，
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捕，突袭审讯。明白了，科长。你怎么办？机密。什么情况？今天上午发生了枪击事件以后，我们就暂时让他关门停业了。老板的人呢？因为证据不足，我们就没有动他。所有的出口都安排人了吧？走进去。金老板，别站着呀，坐。这么冷的天儿，怎么还出汗了呢？给口水喝呗。熬不住了吧？想喝水行，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让你喝个够。科长，这里有通道。金老板，老虎头上拍苍蝇，胆子够大的。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别动，老实点。说吧，你把我们的人藏哪儿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哎，共军是优待俘虏的，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冯小兵，到。你叫谁？1947年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后被国民党保密局辽阳站招募为特工。国民党溃败以后，奉命化名潜伏到春城，河北邯郸人，冯家3代单传的独苗，在老家新婚不久的媳妇叫春妮儿。还要我继续读吗？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那你好好想想，你是要替国民党反动派殉葬，还是争取立功，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我立功，我立功，我立功。刘科长，有一套吧？嗯？你以为只有陆凯有手段？你还是男人吗？哦，对，你不是男人，你是太监。老子是太监，你先别我弄死你！来，有本事你就过来，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证明你不是太监的。松开吧，一会儿人死了。淘气。幸好还活着，把他带走。受不少苦吧？咱们俩可算是孟良交战，谁也离不开谁了。先别急着谢我呀，
今天救你的主要功臣那是刘宁，回头出去好好谢谢人家。你能先把我放下来吗？渴了吗？我给你倒杯水去。你别跟我贫了，赶紧把我放下来。那么着急呀？非常时期，我就原谅你占我便宜了啊！自己能走吧？看来是不行。喂，这里是大王庄派出所，你找哪位？好的，卢科长，你的电话。找我的？找你的。你好，哪位？啊，虎子，什么事儿？啊，周雨涵已经被我们成功的解救出来了，你马上去报告周局长，最快2、3个小时就把他平安的送回去。还有啊，你务必保管好周雨涵的记录本，那上面记录着2个日本战犯的重要口供，非常有价值。听懂了吗？好。所长，饭给周雨涵送过去了。送过去了。哟，谢谢。那你忙您的，我走了。慢走。食欲够好的呀。是这样啊，我已经把你的事儿向周局长汇报过了。你看这样行不行？趁我现在还有点时间，你把抚顺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任务呢。你还要去哪儿？啊，等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再向您汇报，行吗？那好吧。这次我去抚顺之前，尽管我查阅了有关于苏联伯利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记录，可是当我看到山口俊一的档案时，我立刻就发现了重大疑点。他的档案袋里只有一张登记表，而且登记事项那里几乎都是空白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战犯管理所的张所长告诉我，在日本战败之后，被苏联人关押在伯利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已经在上个月由苏联人移交给了抚顺战犯区管理所。和他们一同移交的还有900多名日本战犯。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很兴奋，当即决定立刻提审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坐吧。山田乙三，山田君，我是春城市公安局。私は中国の公安。这次来，我是让你辨认一个人。就是他，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人，是否认识？知っていますか？はい、彼は知ってます。是的，他认识。那好。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全部告诉我。なら君は知っていることはすべて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の人は山口純一です。是的，这个人叫山口俊一，是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一部的部长，医学博士，少将军衔。一部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对多种细菌和病毒进行研究和实验。山田乙三。你所说的对多种细菌与病毒进行研究与实验，指的是哪些细菌与病毒？言ってることはどんな菌とウイルスなん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専門な人じゃないので。因为我并非专业人员，所以对细菌和病毒的种类不是很了解，知道的不多。那你总该知道，在你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用的都是哪些细菌武器吧？知ってるか？
这些武器大致分为包含鼠疫、霍乱、炭疽病、伤寒和肺结核病菌的各种类型的炸弹。那他们是如何进行研究彼らはどうやって研究と実験するか。这些呢，我在苏联远东军事法庭上做过陈述。伊布的研究与试验，大部分都是在活体的受验者身上进行的。活体？你所说的活体，是否就是指的是活人？生きている人なのか？是的。那他们在进行所谓实验的时候，你是否有在现场亲眼看到过？是的，当时我是去视察，亲眼看到过一次。他描述了山口俊一在做活体解剖时的惨无人道。山口俊一认为，麻醉以后的研究数据是不真实的，所以他在解剖时，受验者发出的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反满抗日之士，还有一部分苏联红军俘虏和给苏联提供情报的人。这些人都是由住在香港的731部队监狱统一监禁和关押，而这些监狱也是由山口俊一手管辖的。山田乙三，我要你如实的告诉我。从1932年到1945年这13年的时间里，731部队到底残害了多少这样的受害者？苏联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已经对此做出过统计，大概有3000人左右。他在撒谎，他们这些编织内幕的人全部都在撒谎。因为在他们战败之前就已经销毁了大批的罪证，并且把大量的原始实验数据还有设备器材全部撤回到了日本藏匿了起来。可是美国人却跟他们达成了交易，以保证他们免于起诉作为条件，把那些数据还有材料据为己有，让那些细菌战犯逃避了东京审判。这也是他们拒不承认全部犯罪事实的原因所在。我真没想到，这个山口俊一这么的可恶。可怕呀！真正可怕的还远不止于此。你知道那个川岛清都说了些什么吗？他说什么？川岛清是731部队细菌生产部，也就是4部的部长，少将军衔，跟我们要查的山口俊一一样，都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得力干将。他供称，山口俊一确系一部部长，并且很受石井四郎的赏识，经常派他去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你所说的特殊任务，指的是什么？举例说明。例を出して説明してください。戦争の時。战争期间，731部队制造了数十吨细菌武器。到底是多少吨？说清楚。一体何吨かはっきり言いなさい。僕は生産の担当だ。我只负责生产，至于生产多少，由8部负责统计。具体的数字我并不清楚。接着说。続けて。戦時に必要なため。为保证战时所需，这些细菌武器都存放在东北的许多地方，知道的人很少。日本战败以前，山口俊一被石井四郎。彼は復帰する前に、天皇は。派去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在他归队之前，日本天皇就下了投降的诏书。从此以后，我们就和山口俊一失去了联系。那你知道他去执行任务的地点吗？
你も執行する場所は知ってますか？それは高度不知道，这是高度机密，确实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也许就不会和他失去联系了。那你知道山口俊一还有什么家人？山口俊一は他の家族はいますか？彼の妻は降伏少女をハーフ他的妻子在天皇投降诏书颁发的那天晚上就自杀了。他还有个女儿，叫山口惠子。山口惠子，你见过她吗？会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ないです。没有。彼女はその時徳岡に捕食していた。山口惠子当时供职于日本特高课，是位高级特工，身份是保密的。他主要负责侦破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和处理抗日组织的特工人员。那关于这个山口惠子，你还知道些什么？山口栄子さんは何を知ってますか？ある日。山口とお酒を飲んだ時，有一次我和山口君喝酒，平时酒量很大的山口君居然喝醉了，还痛哭流涕地喊着山口惠子的名字。我很惊讶，问他怎么了。山口君悲伤地说：“女儿走了，去执行陆军总部下达的特别任务，他担心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再三追问怎么回事，山口君只说了一句：“他已经变成中国人了。”变成中国人是什么意思？中国になったのか、何の意味ですか？私もそう聞いたんだ。我也这样追问过，可他就是不说。照片上的人你见过吗？この写真の人は知ってますか？ごめんなさい。非常抱歉，最近我的视力一直不好，况且也没有合适的眼镜，所以我不能确定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山口惠子。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非常抱歉。你给他看的是谁的照片？山口惠子。对，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是我从军统缴获的机密文件里发现的。可是川岛清并没有确认他就是山口惠子。尽管他当时没有确认，但是从他当时的神情还有举止上来看，这个问题他撒了谎。那你说，崔胜文一直苦苦追寻的那个麻雀，会不会就是山口俊一的女儿？山口俊一，山口惠子。你的思维还挺天马行空的，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如果是真的的话，那麻雀就有机可查了。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张所长又带我去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姓刘，是当时731监狱里面做饭的一个中国劳工。他在指认了山口俊一之后，又跟我谈了一件事情。日本人曾经让老刘做过一个蛋糕，山口俊一亲自出门把蛋糕端了进去。随后，老刘就听到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在感谢山口俊一。她说她没想到爸爸会送给自己这样一件生日礼物。这么看，山口俊一是有一个女儿的。可遗憾的是，老刘并没有见到她的模样。而就是这个日本女人在执行陆军总部下达的特别任务。我查到，这个山口俊一，他应该知道谁是麻雀。那也就是说，崔胜文调查麻雀的方向是对的，而这个山口俊一身上隐藏了太多的阴谋了。
不行，我得马上去找崔胜元，跟他好好谈一谈，让他把他掌握有关麻雀的所有情报都交出来。因为现在不是他个人恩怨的问题了，这关乎民族大义和国家安危。值得注意的是，山口俊一是研究细菌武器的恶魔，山口惠子也就是麻雀，他的电台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春城，这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行，我必须现在马上把他送回去。你来这里干嘛？我正好路过这儿，见里边挺热闹的，我就看了会儿。路过这儿，我以为你来这儿盯崔胜文的呢。瞧你说的，他要来这儿，不早让你发现了吗？你盯着我干嘛？我盯着你了吗？不会是你心里有鬼吧？林子里风大，也着凉。我很佩服你，在哪儿都能睡着。谢谢啊。客气了。哎，我一直没倒出空来问你，张倩倩被杀的案子怎么样了？还没破，不过红姑有嫌疑，和625并案了。也不知道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那么多年没回家看看了，我能不担心我妈吗？哎，对了，你那个记录本里头写的那些文字跟天书似的，什么意思啊？你听说过达芬奇镜像字吗？听说过啊。达芬奇擅长用左手写反字，想探其究竟的人只能用镜子识别一部分，所以很多人也称它为达芬奇密码。但人家写的是英文啊，汉字也能这么玩耍呀？当然了，我是受他的启发，把注音字母的形状稍微改变了一点点，所以才有了只有我一个人才看得懂的天书。怎么样，我厉不厉害？不是你神气什么呀？不就是拼音吗？我还以为有多复杂呢。哎，还是穿上自己的衣服暖和。放开你！周局啊，您别着急啊，我刚给大王庄打过电话的，他们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应该很快就到了。是啊，
怎么说也有100多里路呢。周叔，哇！哎呀，我就出趟公差回来，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来迎接我呀？没正形，不知道这么多人担心你。担心？小周，我们听说你被迪特绑架了，我老担心你的。周局和大家都很担心你的。周叔，你是担心案子吧？甭废话，快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哎，这连续作战啊！你们这是连喘口气儿的机会都不给我啊？让你们都喘气儿，特务们都跑出800里地去了，快点！哎，陆先生，陆先生，这。盛文睡了吗？啊，没有，在上面等你呢。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我汇报完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崔胜文之所以要劫持山口俊一，是想从他嘴里获知麻雀的身份，而麻雀的背后是一个大阴谋。老周啊，我同意你的分析，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情况，要尽快向厅里汇报。陆凯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说服崔胜文主动投诚，把他手里掌握的有关于麻雀还有山口俊一的情报全部都交出来，和我们共享，以方便我们尽快地追查到麻雀的行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抗日烈士报仇。所以我建议将追查麻雀和625专案并案侦查。山口俊一被劫与惊蛰行动有关，但日特麻雀的身世与下落应另案侦查，不应并入625专案。周局，那对于那些已经暴露的敌特，咱们是抓是不抓？对他们不能轻易动手。那些我们已经监控的敌人，无非是敌人放在我们面前的幌子。如果贸然抓捕他们，等于是向敌人报了警，我们刚刚获得的线索就会被敌人主动掐断，这对625专案的侦破极为的不利。那张倩倩被杀的案子呢？我们也不动吗？这个案子的侦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要充分利用敌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侥幸心理，再继续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的表演，露出更多的马脚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山口俊一是个恶魔，是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恶魔。既然你已经很清楚了，这一回一定要把他看好了，一定要吸取5年前的教训，绝对不允许让他逃之夭夭。二哥，你放心，就算他长了8条腿儿，我也绝不让他脱离我的视线。盛文，你想把山口俊一藏起来，是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啊？不仅要把他引出来，我还要把他抓着，把他千刀万剐，替我死去的那帮兄弟们报仇。痛快，我听着都痛快。但是盛文，我们可不可以试想一下呀？如果说麻雀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如果说他也知道你并不会把他的父亲怎么样，他就稳稳地躲在暗处，欣赏着你心急火燎、上蹿下跳的表演，有没有这种可能？退一步说，如果他真的被你演出来了，你告诉我，你有多大的把握将他生擒活捉，接受正义的审判？我认为啊，625
要彻底清算山口俊一这对父女的罪行，仅仅靠你一个人的勇气是不够的。你单独行动，如果失败了，你想过后果吗？他们会加快实施罪恶的步伐，那样的话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无数人的生命。你好好想想，我们只是刚刚的接触到了和他有关系的线索，他们就对周雨涵痛下杀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紧张了，他们害怕真相水落石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他们不会负隅顽抗、丧心病狂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那你的意思是？你真想听吗？交出山口俊一，你要主动去向人民政府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阿哥，我答应你。我希望尽快。放开那个女同志！你们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公安局的。公安局的就了不起啊！快走开！地痞流氓！你们3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同志，你们还有理了？你们别害怕。别动！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该死的人！服毒自尽。敌人连续2天针对周雨涵的暗杀，让他意识到，他针对日本细菌部队的调查踩痛了敌人的尾巴。这么晚了找我来，一定有什么事儿吧？这么多天来，我一直为你提心吊胆的，生怕你有个什么闪失。又在瞎想了。我今天看到我的阿哥了。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们可是我的生死兄弟，而且没准以后还会成为我的好帮手。盛文，我再次求你了，放下仇恨，别再固执了。你也应该为我们想想吧。
自从你隐姓埋名躲进深山以后，1年多了，我丝毫的希望没有看到，反而还闻到了危险的气味。我们趁这个时候一起走吧，去香港，去美国。我不求荣华富贵，我只求安安静静的，能跟你过平淡的日子就足够了。人这一生纷纷扰扰，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而已。你想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在异国他乡终老一生。可是有人不答应。谁？我那帮被日本人害死的兄弟们。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听到他们的冤魂在呐喊。崔胜文，崔胜文，替我报仇，替我报仇。胜文，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陪你在一起。崔胜文已经同意向政府自首，交出山口俊一。周局长，敌人劫持山口俊一，说明他与惊蛰行动有关，而麻雀是山口的女儿，恰恰在这个时候再次出来活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所以，我请求上级批准，将抓捕麻雀和捣毁惊蛰行动并案处理，一起找出那只麻雀的行踪，从而找出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巨大阴谋。你觉得怎么样？陆凯，你这个要求我不能同意。为什么呀？你能说说理由吗？你要什么理由啊？这还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啊。我甚至都不理解啊。你不理解？我提醒你，你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老同志。是，你是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不能成为你居功自傲的理由。甚至你违反了组织纪律，你还浑然不知。哎呦，我居功自傲？局长，您得说清楚，我浑然不知什么呀？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个人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忽略了全局工作的重点。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破坏敌特的惊蛰行动，不是追查麻雀的下落。而你过分地夸大了崔胜文个人的作用，这还不够吗？我绝对没有，您冤枉我了。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绝对没有。周局长，这个麻雀的存在，它不是虚构的，而且它会成为我们侦破惊蛰行动的重大阻碍。我承认，这一切都是基于我的设想与推断，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不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吗？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能违反组织纪律。那个崔胜文现在什么身份，你不清楚吗？他现在还是特闲，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你听着，你马上叫那个崔胜文回来投案自首，交出山口俊一，争取宽大处理。等我们主动抓到他，性质就变了。周局长，该跟您反映的，我都如实反映了。如果您只是简单的处理的话，那我只能向您的上级反映了。什么？嘿，你可来劲儿了你啊！你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也没用。侦破惊蛰行动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你和那个崔胜文的个人恩怨，给我无条件的靠边站。对了，你去告诉那个崔胜文，我现在3天之内给我回来投案自首，这是命令，否则我撤你的职。局长，我听您的。
个日本老头这两天怎么样？你放心吧，一切都很正常。我就是睡觉，也是睁开眼睛的。记住，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出现什么异常状况，活了命也不能让他跑了。必要的时候干掉他，千万不要心慈手软。我知道了。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对不起，我拖累你了。你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乔双，你来啦？有什么事儿说。为了弥补前段时间对你的考验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不快，我决定了，把我最好的女朋友介绍给你。就算是对你的弥补吧。男人嘛，身边怎么可能没有女人呢？他28岁。燕京大学毕业的，无论是长相还是学识，那都称得上春城一绝。这样吧，晚上我就把她带到你家去，你把家里收拾干净一点。女人嘛，都爱干净，对吧？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要跟我施美人计是吗？你看错人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可走了啊。哎，曹创。你急什么走呀？哎，你要是老这样的话吧，我倒是对你有一点点怀疑了。那只有共党才拒绝美人计呢，对吧？我不想听你废话。那要废话是二叔的指示呢？二叔让你明天就出发，带上你绘制好的地形图去澳门，这是二叔的意思。让你俩假扮夫妻一道出行，为了掩人耳目的，还算是废话吗？长官，该用餐了。这都是你带的？是的，长官。长官是北方人，这次澳门之行，我担心长官对南方的食品吃不习惯，所以就准备了这些。这次南行，我们是在阴阳两界的边缘行走，稍有不慎，就要坠入阴曹地府。对此，你做好了准备吗？是的，长官。为了党国的复兴，山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坐。是，长官。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很可能会暴露他不该暴露的东西。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叫我长官了，以免被别人发现你军人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为了安全。